表侄女在宴会后开车撞死了她的父母，所有人都认为这只是一场单纯的意外。然而我惊讶发现，意外背后竟还有更加恐怖的真相。根据国外真实事件改编，车祸发生的很突然。我刚走出饭店，就听到砰的一声巨响，只见表侄女小冉开着车猛然撞上自己的父母，表哥瞬间飞出好几米，重重摔落，抽搐2下就没了动静。表嫂则如同断线风筝般径直飘向半空，随之狠狠砸的清冷夜空中顿时响彻小冉的绝望哭嚎。半小时前，表哥表嫂还满面荣光，为小冉能考上心仪的大学和我们在升学宴上举杯相庆。万万没想到，眼下却突遭横祸，生死未卜。短暂惊愕过后，我边冲过去边打电话叫救护车。这时，我突然瞥见身受重伤的表嫂挪动嘴唇，似乎想要说些什么。我赶忙靠近，嫂子，你可千万别睡过去，一定要撑住啊！表嫂转动无神的双眼，缓缓摊开手掌。掌心之中赫然是一枚白银戒指，沾染着表嫂的鲜血，触目惊心。她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，从牙缝中硬生生挤出一句话：拿着，快跑！随着表嫂闭上双眼，彻底没了声息。很快，救护车赶到现场，经急救人员确认，表哥表嫂当场身亡。眼瞅着2口子被盖上白布，我整个人都傻了，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被抽干，空空落落的，别提有多难受。小冉则完全崩溃，疯了一样，歇斯底里的想要扑上去。急救人员见状，连忙把他拦住，一番苦劝未果，见他的状态愈发危险，干脆给他打了镇定剂，紧急送往了医院。目送着救护车渐行渐远，我呆呆地低下头，面朝掌心中带血的戒指，不由得怔出神。表嫂临终前的话语再次回荡在耳畔：跑？为什么要我跑？表嫂到底想说什么？她又为什么要给我这枚戒指？无数的疑问充斥心间，使我心乱如麻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，我忍不住打个激灵，下意识转头看去，一个戴着口罩的男青年冷不丁站在身后。我刚想开口，结果他抢先说：“给我！”我愣了一愣，什么戒指？他似乎极不耐烦，快给我！我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哪能轻易被一个毛头小子给唬住？更何况刚刚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我本就心烦意乱，眼下更控制不住脾气，索性用力推他一把：“你干什么的？我就给你！”他也急了，二话不说扑上来，拼命夺我手里的戒指。抢！我直接怒了，跟他动起手来，仗着体格优势，3-2下就把他撂翻在地。围观的路人见状，连忙把我拉开。谁知那男青年竟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，看上去像开了刃的，在路灯下寒光毕现。周遭人群轰然后退，我虽然也有些发怵，但还是鼓足了气势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他不说话，只是瞪着我，紧接着挥起匕首，狠狠戳向我的腹部。我眼疾手快，就地闪身，刀尖硬生生擦着我的腰间，快速划过。一阵刺痛传来，我后背紧跟着一阵发凉，脚下重心不稳，颓然摔坐在地。说实话，当刀刺来的那一刻，我确实害怕了。俗话说，横的怕愣的，愣的怕疯的，疯的怕不要命的。这男青年搭眼一看，明显就是不要命，还一言不合就动刀，这他妈谁遭得住？然而不等我反应，小年轻再次挥刀冲来，人群立时发出惊叫。我坐在地上，眼瞅着避无可避。突然，不远处警笛大作，男青年被惊住，慌张转头。趁此机会，我连滚带爬地站起来，也不管他追没追，奔着警车的方向撒腿就跑。见我捂着腰，警察立马下车扶我。我大口喘着粗气，指向身后，却不由得呆住了。没想到眨眼的功夫，那男青年竟没了踪影。听了我的描述，警察立马展开搜查。即便已经脱离危险，我依然惊魂未定，幸亏躲得及时，只是受到皮外伤，不然被那疯子捅到要害，搞不好真就小命难保。包扎过后，我本想留下来帮忙，但亲戚们怕我再出意外，好说歹劝，让我先回去休息。我坚持未果，只好作罢。等回到家，身心俱疲地倒在沙发上，习惯性的想掏烟，结果在口袋里摸索出一枚硬物，赫然是沾染表嫂鲜血的戒指。那鲜红夺目的血迹，仿佛在提醒我，今晚发生了多么骇人听闻的惨剧。表哥表嫂离世时的惨状，便如同梦魇般在我脑海中不停浮现。亲人离世，属实难过，但比之更难过的，反而是眼睁睁看他们离去，却无可奈何。同时，我更想不明白，表嫂为何会在临终前不惜拼尽最后一口气，也要把戒指托付给我。她这么做究竟有什么用意？对此，我百思不得其解，索性把戒指捏起来，放在眼前仔细打量。以我常年回收二手黄金的经验来看，这只是一枚很普通的白银戒圈，但工匠技艺稍欠火候，整体略显粗糙，再加上时间久远，戒圈表面早已刮花。然而在戒指内圈隐隐有一行小字，顿时引起了我的注意：9813，这啥意思？我琢磨半天，可还是一筹莫展。想起那小年轻为了戒指不惜对我持刀相向，我隐隐觉得这串数字好似有着某种特殊含义。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我连忙拨通李叔的电话。
她是我为数不多的女密友，也是一名资深记者。论思维推导这一块，除了她，我还没服过谁。或许她能帮我捋清楚戒指背后的玄机。半小时后，李叔开着他爸的迈巴赫，把我带到四下无人的江边。我尽可能详细的把来龙去脉讲了一遍，最后掏出那枚戒指。李叔亲手接过，放在眼前审视。半晌，他问9813到底什么意思？你真没有一点头绪？我很实诚的摇头，没有，从没听表嫂提起过。那你跟我讲讲你表哥表嫂的家庭背景，看能否找到什么线索。李叔打开笔记本，噼里啪啦一顿敲。我望着灯火通明的跨江大桥，渐渐陷入沉思。一幕幕往事随之浮现心头。说起表哥表嫂，着实令人感慨。他们原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以种地为生，日子过得相当清贫。后来为了摆脱贫困，奉子成婚的夫妻二人把孩子交给父母抚养，便离开老家进城打拼。起初，表哥和表嫂来到同一家汽车配件厂做最基层的流水线装配工人，凭借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以及钻研好学的干劲，没过几年，表哥就被提拔为经理。再后来，厂里改制，他荣升厂长，终于迎来了事业巅峰。表嫂也利用空余时间自学会计，最终考取了相关资质，成为厂里的一名会计师，与表哥共同在城里打拼出一片天。等到解决了户口问题，表哥立马把儿子和女儿接来城里。虽然夫妻俩平常工作繁忙，但对2个孩子的教育却始终……等等，李叔挥手打断，满脸惊讶：“你表哥他们还有个儿子？你怎么不早说？”我咧嘴苦笑：“你也没问我啊。”李叔狂翻白眼：“那你接着说，然后呢？”然后表哥表嫂碍于自己的出身，十分渴望孩子能凭借学习出人头地，这种强烈的期许最终转换成巨大的压力，强行施加给一对子女。尤其是大儿子刚到城里没多久，表哥就给他安排了各种家教和培训课，一心想让他快速缩短和城里孩子的学习差距。但在长期的高强度学习压力下，大儿子非但没能考上表哥所期盼的名校，反而还在去年的高考中失利。无奈之下，表哥干脆花钱把他送去国外留学。至于小冉，怎么不说了？小冉咋了？李叔连忙催促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尽量平静地讲述。至于小冉，几乎没有休息可言。自从大儿子高考失利，表哥表嫂便对处于高3关键期的小冉寄予了更高的期望。小冉的每个周末，甚至周一到周五的课余时间，几乎全被辅导班填满。就算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表哥表嫂也不让他出家门，会要求他在家自习，连电视也不让看，甚至还没收了他的手机。然而，在如此高强度的学习压力下，小冉并没令表哥表嫂失望。经过高考，小冉终于如愿以偿，或者说，如表哥表嫂所期盼的那般，考上了国内的顶尖大学。拿到录取通知书以后，兴奋难当的表哥表嫂为了庆祝，便在今晚邀请亲朋好友，安排了一场升学宴。席间气氛十分融洽，亲戚们忍不住夸赞小冉，表哥一高兴就喝高了。临走的时候，他被表嫂扶着先出了饭店，让刚拿驾照不久的小冉去开车，正好趁此机会练练手。意外就发生在小冉开着车从停车场出来的那一刻。停车场距离饭店大门约莫有200多米的距离。不知什么原因，小冉在拐出停车场后并没有刹车，反而一路加速，直到撞上走在路边的表哥2口子。亲生女儿撞死亲生父母的人伦惨剧就此发生。再往后的事你都知道了。我十分惆怅地叹口气。李叔面露沉思：我有个问题，你说你表哥是哪一年生人？80年的，今年正好41。那看来不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。如果按照你表哥的生日推算，98年他应该才18岁。是啊，我早就想过这个可能，但立马被我否定了。等等，李叔眼前一亮，你刚才说你表哥2口子都是一个村的对吧？对呀。那他们应该也是邻居，打小就认识。是啊，你到底想说啥？以你对金银首饰的了解，你告诉我这枚戒指像不像时间很长了？没错，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就寻思，这戒指看着工艺就不咋地，很像是老家那种小作坊。卧槽！我猛地一拍脑门，恍然大悟，9813。如果按照这个时间点来推算，98年，我表哥正好18岁，表嫂和他同龄，也是18，两人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，戒指说不定就是表哥送给表嫂的定情信物。好了，这是非常关键的线索。李叔合上笔记本，立马发动汽车。我问：干嘛去？去医院找你侄女小冉，看能否确定咱们的推测，顺便再问问她是否知道关于戒指的事。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，不禁皱起了眉头。可现在都快凌晨1点了，不太合适吧？那就明天一早。话音刚落，李叔踩下油门，带着我驶离江边。随着壮阔的江景过眼而退，我心里的烦躁也稍稍驱散。但愿明天见到小冉，我们所有的疑惑都能得到想要的答案。不料，当我们第2天赶到医院，却得知意外的消息，不见了。暂时负责陪护的大表姐擦了擦额头的汗，对，我早上去给小冉买饭，才出去了10来分钟，再回来她就不见了。医院里都找过了，我问。找过了，连着找了快1个小时，愣是找不着。大表姐掏出手机，快速翻动通讯录，也找值班护士问了，还去了监控室，都找不到她。哎呀，可急死我了！你说这丫头能上哪儿去？那我3舅和舅妈呢？
唉，别提了，他们老两口60多的人了，一听说咱哥和嫂子走了，根本接受不了，昨天夜里都哭晕了。再加上老两口又是高血压、冠心病啥的，现在还跟病房躺着呢。大表姐满面愁容，不过最要紧的还是得先把小冉找着，不然麻烦就大了。说到这儿，我突然灵光一闪，问向大表姐：“哎，你说他有没有可能回家了？”大表姐想了想，连连点头：“有这个可能，要不你去表哥家里看看。”我继续发动亲戚们，咱们兵分两路，兴许能快点找到小冉。说完话，他把表哥家钥匙交给我。于是我和李叔匆忙告别大表姐，驱车赶往表哥家。刚一进门，李叔就被惊呆了，不禁啧啧称叹：“乖乖，这么多奖牌！”我看向客厅里独占一角的玻璃展柜，里面摆满了奖状、奖杯，还有各种奖牌以及获奖时的照片，几乎全是小冉和他哥在学校与各项知识竞赛中获得的荣誉。另外还有一张格外特别的单人照。画面里，小冉正一手拿着板子，一手拿着螺丝刀，弯腰站在引擎盖打开的汽车旁边，面朝镜头露出微笑。看背景，像是在表哥汽配厂的车间里。我好奇地伸手拿起照片，翻过来看背面，发现表哥的手写寄语：2020年夏，小冉首次修车留念。我依稀记得，在小冉很小的时候，因为跟表哥耳濡目染，表达过对汽车的喜爱。因此，表哥一有空闲就会带他到厂里转转，除了简单教给他如何开车外，也会讲一些汽修知识。所以，小冉刚上初中就比同龄人熟悉汽车的构造和驾驶。可惜今时不复往日，曾经温暖有爱的表哥一家，竟变得支离破碎，不禁令我感叹造化弄人。想到这儿，我放下照片，继续审视小冉获得的各项荣誉。以往不管谁来表哥家，表哥夫妻俩都会领着亲朋好友站在玻璃展柜前夸耀一番，大家伙自然也是乐于称赞。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找到小冉。可等我找遍房子里的每个角落，都没能寻着小冉的身影。就在这时，李叔突然喊我：“你快过来！”咋了？我疑惑不解地走回客厅。李叔目不转睛地指着一张泛黄合照，问：“这照片上的人是不是你表哥和表嫂？”对，一看就是他们年轻那会儿。照片里稚气未脱的表哥和扎着双马尾的表嫂并肩站着，两人脸上都带着几分青涩，对着镜头扭扭捏捏地笑。哎，李叔像是发现了什么，打开柜子，小心翼翼地取出合照，凑近了仔细打量。你看，你表嫂手上戴着的戒指和她出事时候给你的，是不是同一枚？我也瞅见了，慌忙掏出来，没错。那看来咱们之前的推测是对的。李叔又把合照反过来，只见照片一角有钢笔手写的一行小字：1998年1月3日留念，看来全都对上了。现在9813的含义是弄清楚了，但新的问题接踵而来。既然确定戒指是表哥表嫂的定情信物，那表嫂托付给我的用意又是什么呢？我注视着合照，不由得陷入沉思。这时我突然发现合照的边缘处，也就是表哥左手旁，貌似有一个行李箱，很像是那种老式的带有密码锁的款型。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就买过类似的，后来密码锁老容易坏，久而久之就被淘汰了。但眼下因为像素太低，整个箱子在合照里显得很糊。不过刚才我们只顾着观察表嫂的戒指，却忽略了合照里的其他细节。注意到行李箱以后，我突然有种直觉，于是问向李叔：“你看见这个行李箱没有？”哪个？李叔瞪大双眼，顺着我的手指看去，看见了。怎么有问题？我掏出手机，打开微距摄像头，对准合照，伸出两指，不断放大画面。下一刻，我和李叔异口同声的惊呼：“卧槽！”只见那行李箱的密码锁上排列着一串数字，从左到右，赫然是9813。一通翻箱倒柜，颇费周折的寻找，我们终于在表哥书房里找到了表面斑驳，甚至略有掉皮的老旧行李箱。但令我惊讶的是，行李箱上的密码锁居然很新，看起来像是表哥不舍得扔，所以换了一把锁继续用。更重要的一点，既然行李箱的密码和表哥表嫂的合照日期一致，这也就意味着9813这4个数字对他们两人来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。我猜测1998年1月3日这一天，正是两人决定离开老家，来到城里艰难谋生的日期。再加上表哥表嫂都念旧，所以长久以来，作为当年二人外出拼搏的纪念，行李箱与合照就都被珍惜保存下来。毕竟表嫂一个戒指都能从18岁戴到现在，可想而知，他们对于过往的人生经历一定充满怀念。想到这儿，我把行李箱搬到书桌上，和李叔对视一眼，他也很是好奇，迫不及待地摩拳擦掌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按照9813的顺序，轻轻拨动密码锁，咔嚓脆响后，密码锁应声而开。这一刻，我和李叔屏息凝神，缓缓掀开行李箱。然而，当看清里面的东西时，我和李叔同时张大嘴，恨不能吞下整颗鸡蛋，简直被震惊得无以复加。许久，我们才从惊愕中回过神来。李叔清了清嗓子，伸手摸向一沓资料，我则强行镇定，抓起几张照片，认真审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李叔的声音都有些颤抖。我也不知该说什么，索性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掏出烟，连打几下火机才点燃。猛抽了一口，任由尼古丁混入血液。我尽量保持冷静地说：“看来我们全都低估小冉了。”李叔扶着额头，似乎难以接受，脸色些许发白。
他缓了缓说：“看来你表哥和表嫂老早就准备好了。我推测，他们可能是想趁着升学宴以后，再把这事单独跟小冉捅破。毕竟之前跟你们说了小冉考上大学的事情，总不能当着你们这帮亲戚的面说出来，否则那也太丢脸了。”我点点头。那我们要不要把这事告诉大家？先不用吧，如果说了的话，我估计小冉可能会更加崩溃。可是我想不明白，那个口罩男一心想夺戒指，该不会他也知道箱子里头是什么？李叔不置可否，很有可能。我觉得他拼了命的也想得到戒指，肯定和整件事有关联。那你说我表嫂这么处心积虑的想把箱子里的东西给我看，是为了什么？我提出这个疑问的同时，手机也跟着响了，却是个陌生号码。我定了定神，不紧不慢地接起来。对方中气十足，开口就问：“请问是张思冉的表叔吗？”“我是，您是哪位？”“我是刑警支队的民警，我姓程，有些情况可能需要跟您面谈。”“刑警队？”我心中一惊，抬头看向李叔，他也十分不解：“是我侄女牵扯到什么犯罪行为了吗？”“您不必着急。”对方的语气很沉稳。“我们接到报案，说他失踪了，还有昨天发生的车祸，有些问题需要和您沟通。您放心，简单聊两句就行。”“哦，这样，那您稍等，我马上过去。”挂断电话，根据对方发来的位置，我抱着行李箱和李叔一同赶了过去。路上，我想到很多可能性，比如警察找我是为了确认昨晚的事发经过，起码我算是第一目击者；又比如是想找我了解小冉的生活习惯，为找到小冉提供线索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当我赶到刑警队，我才得知事情竟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。接待我们的刑警同志约莫30岁，叫程楚。他把我和李叔领进办公室，简单说了说情况。原来，昨晚交警在调查过事故现场后，很快得出了初步结论，认为是由于刹车系统失灵，外加小冉在事发时处置慌乱，车速过快失去控制，最终导致悲剧发生。与此同时，既然是一尸两命，且肇事者与遇难者的关系特殊，交警不敢掉以轻心，便连夜将调查资料通传给刑警队。作为刑侦骨干，程楚调取了各方资料后，发现很多疑点，但现阶段当事人小冉失踪，唯一见证车祸发生的人就只有我，于是才给我打电话，叫我来协助调查。程楚倒了2杯水，很热情地递给我，却没任何废话，直接开门见山。我就不兜圈子了。老实说，整件事在我看来有很大的蹊跷。我放下茶杯，正襟危坐。您说。其一，根据我收集到的信息，死者张志伟是汽配厂的厂长，而他负责的这家汽配厂常年为各大车企提供配件，从这点上来推断，他应该对汽车的构造十分了解。其二，我们通过走访得知张志伟的女儿曾对汽车表达出浓厚的兴趣，原因是她曾不止一次跟随死者，也就是他的父亲张志伟到厂里的试车场去学习驾驶，这一点厂里的很多员工都能证明。其三，交警同志经过调查，发现车祸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刹车系统失灵，在对事故车辆进行拆解后，发现有一根刹车线是刚换的，比其余的线路较新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调取了张志伟的车辆维修记录，显示他在事故发生的3天前，刚在自家修理厂里对汽车进行检修，并且没有发现任何故障问题，也没有更换过任何汽配件。说到这儿，程楚顿了一顿，眯起沉着的双眼，直直看向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根刹车线的成色为何会比其余线路较新？且肇事者小冉并非刚拿驾照，有过多次驾驶经历，所开的车辆也是同一辆车。在这种前提下，我个人认为他在面对事故发生时不太会出现处置慌乱的情况，而且当时还是一条平整的直线路段，也有路灯，并不存在道路崎岖或者光线受阻的额外因素。听他一口气说完，我整个人都愣了。虽然程楚没把话说明，但我已然听出他意有所指，或者说他想旁敲侧击地告诉我，小冉作为肇事者，目前来看很有问题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我情不自禁地握起拳头，试探着问程楚：“那现在有没有确凿的证据？”“这倒是没有，但奇怪的地方可能也不用我说。”程楚呷口茶，目光愈发冷峻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因为小冉失踪了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作为第一当事人，同时还是肇事者的小冉，在我们带着一堆问题去找他的时候，他却不辞而别。如果不是巧合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。我和李叔对视一眼，也从彼此目光中看出一丝惊疑和深深的不敢置信。因为一旦坐实了某些证据能够证明整场车祸并非意外事故，那么整件事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想到这儿，我站起身对程楚说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可能找到了一些关键信息，稍等，我马上给你拿来。”程楚伸手做请，我立马跑下楼，从车里拉出行李箱，又再度回到办公室。当我在程楚面前打开行李箱的那一刻，他始终古井不波的面容终于露出一抹玩味，看来可以立案侦查了。是，眼下当务之急是先找到小冉。有了刑警队介入，找人的速度堪称事半功倍。程楚通过技术手段，很快锁定了小冉乘坐的车辆。原来，趁大表姐去买早点的当口，小冉换上了一身编号服，混出了医院。之后，他迅速登上一辆早早停在医院偏门的黑色轿车。根据沿途监控显示，轿车先是去了一家银行，大概半个多小时后，换了另一身衣服的小冉从银行里慌张走出，怀里还提着一个大的黑皮包，瞅着鼓鼓囊囊，似乎取了不少现金。
在之后，小冉乘车继续去往城郊，根据路牌显示，他要去的地方应该是表哥的老家。紧接着，当程楚将一张摄像头拍到的高清照片放在我的面前，要我指认司机，我无法再保持淡定。我指着司机的脸，几乎没有丝毫犹豫，就脱口而出：“口罩男，就是他，在事发当晚拿刀刺我，硬是想从我手里夺戒指。”程楚点点头，当即安排警力去追捕。但随着讯息不断传来，程楚的面色愈发严肃。最终，他挂断电话，眼神冷峻地看着我说：“你得跟我走一趟。”我不免担心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我们的民警成功截停了轿车，但发生了意外情况，你表侄女小冉被那个司机挟持了。我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，他们在哪儿？在跨江大桥上，歹徒威胁我们，如果不放他走，就杀小冉。我刚刚联系了负责谈判的同志，说歹徒还提出了一个要求。啥要求？我问。程楚指着我，神情凝重，他指名道姓的要见你。11，程楚开车带我和李叔迅速赶往江边。到达跨江大桥后，只见救护车、警车、消防车全都部署到位，连打捞队也准备妥当，整个桥面施行了交通管制，所有人蓄势待发，同时望向桥梁最高点的2个人，现场的气氛之紧张，使人不自觉的心跳加速。而如此严肃的大阵仗，以往我只在新闻或电影里见过，如今亲身参与，且还是作为重要人员与歹徒谈判，竟令我产生一种极不真实的错觉。很快，警方给我穿戴救生衣和安全绳索，顺便讲解现场的大概情况。我边听边连续深呼吸，尽量平复紧张的情绪。站在桥下，我这才看清，原来和我预想的不同，桥的顶梁上应该是为了便于维修，设置了向上攀登的阶梯和防护栏。目前歹徒和小冉正是站在最顶端的平台上，四周都有一定的保护措施，但即使如此，防护栏要比腰部稍矮，动作幅度一大，分分钟有掉到江里的危险。程楚适时给我鼓劲，别紧张，你就捋着桥的顶梁往上爬，尽量别往下看。放心吧，我笑了笑，我不恐高。那就行，不过我还得提醒你，一定要尽量稳住劫匪情绪，其他的交给我们。好，我转过身，扶着护栏，亦步亦趋地往上走。可走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往下瞧了一眼，突然有些后悔话说早了。江水之汹涌，在高处看尤为惊心，但眼前小冉的安危胜过一切，我只好暗自壮胆，继续往上爬。等我终于来到距离小冉约莫20米处，负责接应的2名消防员和谈判民警给我固定了安全绳索，之后在程楚的授意下让开位置。我鼓起勇气，尽可能抓稳，不断接近已在视线范围内的小冉。这时，前方突然传来口罩男的惊叫：“别过来！”我浑身打个激灵，立马停住步子，高举起双手说：“别紧张，别紧张。”我不过去，再看小冉被口罩男搂住脖子，此刻脸色苍白，简直哭成个泪人，看着我更忍不住泪如泉涌。我朝他点点头，尽量用眼神安抚他的情绪。然而毫无征兆，口罩男突然朝我叫了一声“叔”，我以为是我听错了，不由得瞪大双眼。随即他一把扯下口罩，看清他的长相，我他妈整个人都傻了。阿聪，我打死也没想到，这个一开始为了抢夺戒指不惜要我的命，乃至挟持小冉的蒙面歹徒，居然会是表哥表嫂的大儿子，更是小冉的亲哥哥张思聪。他曾是表哥表嫂最大的骄傲，年纪轻轻就出国留学，虽然是表哥花钱找门路，但在老家亲戚眼里，这已经属于人中龙凤。每次说起他来，表哥和表嫂都满脸自豪，可眼下他居然不惜自毁前程，摇身一变成了绑架犯。我实在想不通，他如此处心积虑地实施犯罪，到底图的什么？见我愣住，阿聪笑着说：“没想到吧，叔，我回国以后，咱俩头一回见面，竟然是在这种场合。”不是，我反应过来，气得肺都炸了。阿聪，你挟持你妹妹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我之所以把你找来，就是想请你帮个忙。他看着小冉，眼神逐渐温柔。我走以后，希望你能照顾小冉，别再让她活得这么憋屈。你啥意思？实话跟你说吧，叔，小冉没考上大学。阿聪冷笑，录取通知书是我帮他伪造的，目的是为了报复我爸和我妈。听了这话，我心里猛然一紧。虽然已经通过表哥表嫂收集的资料知道了大概缘由，但当面听到阿聪说出口，我依旧难掩惊讶。当我和李叔看到表哥行李箱内资料的那一刻，我们就知道小冉考上国内顶尖大学这件事，从头到尾不过是一个赤裸裸的谎言，一个瞒天过海、妄图欺骗他父母的虚伪阴谋。而我本以为一切的虚假都是小冉独自为之，没想到阿聪居然自曝所有伪造的资料全部出自他的手笔。我第一反应是不信，可是到如今，我更想知道原因是什么。究竟是什么样的理由能迫使他不惜面临随时被揭穿的风险，也要欺骗自己的父母？为什么呢？阿聪，你为什么要帮着小冉欺骗你们的爸妈呢？我大声质问。叔，假的，全都是假的。阿聪说着话，微微红了眼眶。随即他讲出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，堪称彻头彻尾的弥天大谎。12，我其实早就在美国退学了，只是一直瞒着我爸妈。这话从阿聪嘴里说出来，带给我的震撼无以复加。我用力抓住栏杆，以防自己不幸失足摔落，同时还要尽可能地保持专注，免得漏听了阿聪的讲述。
你知道这个世上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吗？叔，阿聪笑着问我。我想起表哥表嫂的离世，内心一阵酸楚，应该是亲人去世吧。阿聪摇头，年轻的脸上露出深深无奈，是行尸走肉的活着，是没有任何自我意志的活着。啊！我张大了嘴，想不到阿聪居然玩起了深沉。叔，你还记得我小时候咱俩有一回见面吗？那年我初一暑假，你晚上来找我爸唠嗑，我想了想，依稀还有些印象，记得好像当时你和你爸有些矛盾。对，阿聪举起了左手，这根中指就是被我爸弄断的，原因特别操蛋，因为我玩悠悠球被他带到，说我不学无术，把我的球砸了，他还不解气，又使劲掰我的手指。我噎住了，不知道该如何回应。小冉似乎也心疼他哥，双手抱着阿聪的胳膊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哥，别说了，求求你别说了。我爸还有我妈平常是忙，我也知道他们不容易，从山里走出来，一路有了今天的成就，但他们对我和小冉的管教真的很原始。平常没空管我们，就死命的给我们找家教、报补习班，一旦成绩不好，他们就用最省力气的方式解决，往死里打我们兄妹俩。阿聪终于忍不住流出眼泪，小冉将头贴向一边，不敢再看我的眼睛。我情绪也很波动，控制不住的发问：那这些事儿，你们为啥以前从来不跟我说？我可以帮你们去跟表哥谈啊。哈哈，阿聪再度冷笑，有用吗？说了有用吗？更何况我爸当了厂长以后，比以前还要专政，在家里从来说一不二。我稍有反驳，他不是打就是骂。说到这儿，阿聪咬牙切齿，双肩也跟着微微颤抖，似乎心中的怨念极深。所以我早就受不了了，一直想逃脱这种变态的生活，但机缘巧合，我找到了一个既能让我爸我妈满意，我又能不学习过得轻松的方法。看着得意的阿聪，我愣了愣，那是什么？有一回期中考试，我因为成绩太拉胯，害怕被我爸打，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，伪造了一份成绩单。结果您猜怎么着？我爸看了以后也没找老师确认，夸了我2句，就去给同事打电话炫耀了。我妈也给老家亲戚打电话，说我又考了第1。那时候我就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他们两口子在乎的从来不是我的未来，他们在乎的从来都是自己的面子。阿聪微微眯起双眼，满脸阴狠，因为他们自己出身不好，他们曾被人看不起，所以他们把这种屈辱转嫁到自己的子女身上。一旦子女成绩不好，他们就失去了炫耀的资本，反过来一旦考得好，他们逢人就夸。这种骨子里的自卑，这种虚伪的骄傲，正是导致我和妹妹不幸的源泉。我努了努嘴想说些什么，却发现任何语言在此刻都略显苍白。阿聪低头看了一眼小冉，又抬起头来，所以我极其痛恨他们所谓对我好的安排，尤其是去美国留学，本来也不是我的个人意愿，完全是被我爸连打带骂逼着去的。所以到美国没多久，我就瞒着爸妈直接退学了。但我也没那么傻，我频繁地发各种朋友圈，营造出我在美国读书学习很快乐的假象。正好我爸我妈顾及我妹的学业，没过多久他们就不再过问我的生活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们居然把对我的那一套变本加厉的用来对付我妹妹。那你在美国不上学，这1年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我问。当然是长见识，反正却都去了。我拿着我爸给的20万，有钱有时间，为什么不能去更广阔的世界看看？后来虽然钱花完了，但我还是找到一家汽修厂，偶尔还做兼职，活得也不算差。可我怎么记得表哥表嫂有一回去美国找过你？你是怎么让自己没露馅的？这就太简单了，只要你有钱，再认识几个当地的朋友，糊弄2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还不简单？阿聪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，仿佛十分享受这一刻。所以当小冉打电话给我，哭诉爸妈对他的虐待，哭诉自己心理压力太大，很害怕考不好，他还说自己一点也不喜欢学习，感觉就好像是爸妈的工具，之所以活着，只不过是为了完成他们的任务。当时他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。阿聪低下头，满含怜爱地望着小冉，后者抬起头来，不受控制的泪如泉涌。听着小冉在电话里哭，我就想起了曾经的自己，那种屈辱和愤恨，我这一辈子都忘不掉，甚至比以前更加痛恨我爸妈。于是我绞尽脑汁，用尽所有手段帮助小冉脱离苦海。我不仅找人帮他伪造了高考成绩，还伪造了录取通知书。我所做的一切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为了让那2个虚伪自大的人活在一个悲哀的梦里。听了这话，我无法形容此刻的心情。要说震惊，已经震惊得有些麻木。非要形容的话，我只能说，对阿聪这个我印象里学习优异的乖小孩，我竟然产生了些许恐惧。至于如此精心编排的谎言是如何被表哥表嫂揭穿的，我早已在表哥的行李箱中找到了答案。细细想来，好像一切的因果轮回，命中早有注定。13纸终究是包不住火。前不久，表嫂机缘巧合偶遇小冉的高中班主任，一番亲切攀谈后，表嫂却从班主任口中听到了截然不同的事实。小冉竟然高考失利，非但没能考上理想中的大学，反而名落孙山。得知真相的一刹那，表嫂完全无法接受，但她并未直接找小冉对峙，反而先将此事告诉了表哥。表哥也很震惊，很愤怒。随后2人通过各种途径确定了班主任所言非虚，小冉的确没有考上大学，而她的录取通知书果真是伪造的。但此时表哥已经广而告之，人人都知道表哥的小女儿考上了国内的顶尖大学。如果告诉众人真相，那无疑会让表哥表嫂的颜面扫地。与此同时，阿聪以学校放假回家探亲的名义回国。
此时表哥表嫂并不知道，小冉之所以能瞒天过海，全是拜阿聪所赐，便将小冉的事情向阿聪和盘托出，并寻求阿聪的协助。阿聪听完以后，故意表现得十分震惊，但心里已然慌乱，因为表哥大发雷霆，说了一句：“这妮子居然敢骗我和你妈，我恨不得杀了她！”从小到大一直欺骗父母的阿聪，看着陷入愤怒的父亲，愈发感到恐惧。但恐惧之外，他心中还怀有无边的怨恨。用阿聪自己的话说，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明白，小冉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完全是被他们逼的。就像我当年，我只要说我不想学习，我爸恨不得拿皮带把我活活打死。于是，在一番天人交战后，他决定先下手为强，设计了一个堪称天衣无缝的计划，利用自己的汽修技术和头脑，试图制造一场意外。只要表哥表嫂不在了，他和妹妹苦心经营多年的谎言就永远不会破碎，而他们也能继承一大笔遗产，在没有父母任何压力的世界里安稳地度过余生。只可惜，这个计划百密一疏。阿聪笑容阴冷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都是因为你，要不是那枚戒指，可能那些秘密永远不会被人知道。我万分心痛地叹了口气。小冉，你知道你哥做了什么吗？阿聪突然情绪激动，跟小冉没关系。我说这么多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车祸都是我瞒着小冉设计的。我今天找你来，选择告诉你事实真相，目的就只有一个：我父母的死和小冉没有一丁点关系，甚至他从一开始就反对我的计划。你到底明不明白？那你呢？我摇摇欲坠地站起来，你又能跑去哪儿？叔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我之所以做这一切，全都是为了小冉。阿聪边说着，边松开了小冉，随之往前迈了一步。身后的消防员战士立马冲了过去。我意识到阿聪想要做什么，控制不住地放声大叫：“阿聪，你听我的，千万不要做傻事！”阿聪转过头来，看着令人心疼的小冉，如释重负般长舒一口气：“照顾好小冉，别再让她受委屈，拜托了。”话说完，阿聪双手扶住护栏，用力撑起身躯，面朝汹涌澎湃的江水，纵身一跃。我和小冉亲眼见到这一幕，同时愣住。紧接着，小冉神情呆滞，缓缓起身，伸出纤细瘦弱的手掌，努力地想要抓住什么。我见状，赶忙跑近，紧紧抱住她。下一刻，小冉在我怀里死命挣扎，发出声嘶力竭的哭喊：“哥！”2天后，我去了一趟刑警队，询问调查进展。据惩处说，阿聪交代的犯罪情况，经过他们调查，基本属实。所以，亲生女儿撞死亲生父母如此骇人听闻的车祸，并非意外，实际上是阿聪精心策划的谋杀。真相是，阿聪在升学宴当天隐秘拆除并置换了破损的刹车线，使车辆在加速过程中无法制动，最终失控撞向表哥表嫂，导致2人身亡。另一方面，阿聪跳江时，由于江水太过湍急，等救援队在下游找到他的时候，阿聪的口鼻浸满泥沙，已然死亡多时。但还有一件事需要确定，就是阿聪所说的，去了美国以后并没上学，而是到一家汽修厂打工。我问惩处为什么还要确认这件事，惩处却卖起了关子，说暂时还在调查中，有进展会随时通知我们。之后，我告别了惩处，怀着沉痛的心情去参加表哥表嫂的葬礼。而小冉因为受到强烈的刺激，状况很差，医生担心如果让她参加葬礼，可能会导致精神状态更加糟糕。于是我们听从了医生的建议，没有告诉小冉，葬礼只好一切从简。三舅和舅妈，也就是表哥的父母，因为无法承受失去儿子儿媳，乃至长孙是杀人凶手的痛苦，近乎一夜白头。舅妈更是一病不起，只有三舅勉强支撑着，前来送表哥表嫂最后一程。葬礼结束后，我和李叔一起赶往医院探望小冉。他的精神状态比前几天要好一些，但无论我说什么，他始终一语不发。直到他问起阿聪，我欲言又止，不敢看他的眼睛。小冉仿佛明白了什么，把头埋进臂弯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又抬起头来，冲我露出满含深意的微笑。恍惚中，我也不知为何，看着小冉似曾相识的笑容，竟不自觉的脊背发凉。我觉得有些不舒服，干脆借口走出病房。李叔似乎看出我不对劲，追了出来，关切地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我摇摇头：“不对。”李叔不解：“什么不对？咱们那天去表哥家里，是不是还有一张特殊的照片？”“哪张？”李叔眨动双眼，努力回忆。我加重语气说：“小冉修车那张。去年夏天放暑假，表哥带小冉去了厂里的车间，让他体验了一把修车，还给他拍了照片留念。”李叔点头：“记得你表哥还亲自写了寄语。”“对。”我揉了揉太阳穴，尽力捋清楚混乱的思绪。如果我们假设小冉之前就跟表哥学过驾驶，也学过一些汽修知识。与此同时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程楚打来的。我接起来，只听他气喘吁吁地问：“你在哪儿？”我跟李叔对视一眼：“我在医院啊。”他10万火急：“看好你侄女小冉，等我过去。”啊，怎么回事？我们查到了张思聪在美国的生活轨迹，资料显示，他这几年一直在小饭店打黑工，从未去过什么汽修厂。闻听此言，我如遭雷击，下意识地回头看去。隔着病房的门窗玻璃，我看到坐在角落里的小冉，他也看见了我，正微笑着和我对视。这一刻，我再也看不出他是个病人，或者说，他从外表看上去精神状态完全正常。我挂断电话，轻轻推开了病房门，走到小冉面前。这一切值得吗？小冉不说话，笑着流出了眼泪。
警察马上就到，你也年满18了，恐怕……说他打断了我继续说下去，我早就想好了，你什么也不用说。正巧凌乱的脚步声响起，程楚带了一个民警出现在病房门口。小冉站起来，在走向程楚之前，他笑着对我说：“叔，帮我个忙，到我哥还有我爸妈的墓前，替我给他们带句话。”我虽心如刀绞，依然轻轻点头。好，说什么？小冉眼角滑落出一滴晶莹泪珠，他随之转过身，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轻声呢喃：“对不起。”